节目开始上菜啦！记得订阅11点热炒店 YouTube 频道哦。11点热炒店。曾总，那你有什么压力吗？为什么要发不自杀声明？所以我今天用另外一部车进公司啊，因为我发觉我的车太好记，也太容易记。那我已经被标记了。他们说我死在11月25号。哇，这么对，就是说有人帮于萌萌出头哦，他的抖音怎么样？孙爸爸死期10月25。Oh my god！ 有民众桥头拜经过，打电话报案说他路倒，后来发现不对，他的身份有多么的特别，他竟然有一个爸爸。而这个爸爸其实是他的阿公，对，所以那个时候记者来回报的时候啊，我就说你们要不要理清楚，到底是阿公还是爸爸？哦耶！11点热炒店熊高菜，不呛不辣不上桌。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事情跟平常不太一样了。网络上面有很多的这个案件哈，让人家觉得看的时候心里面有一点毛毛的，就是被自杀的案件。对，水星天蝎的此时此刻，我们来聊生死的话题。那的确那种所谓的被自杀，到底是真的自杀还是被自杀？还是被对？通通到底是谁？扑朔迷离。真相是什么？你觉得呢？你觉得？所以就变成众说纷纭啊！对呀，大家都变侦探了。但是我们今天其实邀请到的来宾都可以给我们正确的解答。也不一定，但是他们知道很多故事。我们来听听内情，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判断。对。好，我们来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资深社会记者林玉峰，欢迎资深社会记者香香，大家好，还有我们泸州分局副分局长林子祥，欢迎。接下来欢迎林柏宇。以及演艺圈的活字典人肉百科全书孙总，大家好，还有我们的小侦探林翔，欢迎。哎呀，小侦探穿太可爱了吧？侦探服，要不要出来走秀一下？来 music， 不要，下面露馅了，下面穿裤子，下面但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我觉得因为孙总到了，是的，真的要从孙总开始才行。对啊，好不好？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是顶流男星坠楼疑云。这个孙总前一阵子才有特别在媒体上面跟大家分享了，而且你还办了法事，对吗？真正的法会在10月17号，那做100人的盛大法会。其实好像感觉起来怎么觉得，你怎么跟孙总又有什么关系？我告诉你，演艺圈有一半的明星都是靠孙总捧出来的。5566，对不对？K1，陈乔恩，是不是？然后还有明道，全部都是你捧红的。小猪啊，对啊，欧弟啊，这些人全部都是啊。这于朦胧也是啊。哎呦，我06年在北京训练他的，他算我第2批训练的艺人。那这2批一共在发亮发光的8个人有2个，一个于朦胧，一个姜潮。哇！所以我训练他们1年6个月之后，我就觉得我想回台湾。台湾，我觉得我可以靠智慧跟噱头，可以把死的做成活的。那在我觉得我使不上力，因为资方最大。对啊，潜规则乱七八糟的，那实在太大了。像我们在接戏，我们会问啊，是要拍戏的，还是要洗钱的？对，洗钱的你可以感觉他不是真的要拍戏啊。你去拍也没有用啊，因为那部戏也不会叫座，也不会好，薪水也不会太好。那如果你看他整出戏，都是大牌在包一个不认识的人，哎呦，那个女一就是脂肪，对使不上力，伺候不起。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离开了。那于朦胧怎么办呢？那个时候，我那时候要回台湾，我的个性是我要离开。我合约会还人家，而且是不收1毛钱。因为是你不做嘛，不是他们对不起你嘛。那时候我训练他们是2个宿舍嘛，
一个江潮在的宿舍，一个是于某龙。于某龙这边永远很乖，都不会有问题。那江潮那边呢，不是打破玻璃呢，就是水龙头又被打坏了，反正那个宿舍永远有问题。那两个你看就是两个极端，但两个极端两个红。的确是这样。对啊，所以我们奉劝所有的年轻人啊，你长得美，你长得好固然是好，人家会对你这么好，不管是红二代、星二代、什么资方干嘛乱七八糟，我一直讲，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是。我们刚才在跟那个唐立奇在讲，还好我们长得很安全。你这么说，不是吗？所以我就说，我以为他签的那个公司很好，因为他已经是全最大的。是。乔基利也有帮艺人开工作室，我们是为了让他节税，但是在变成不是。我帮你开工作室，对，可能开2、3个营业项目是你不清楚。所以还是有可能是公司在控制，完全公司在控制。于某龙就是因为他觉得他没有那么多钱，为什么户头有这些东西？我都认为他失败在口风不够紧。没有，你要收正，连你最亲的人都不能说了，你一说就会有问题了。哎呦，你忘了我为了183，我也被绑架过。哎呦哇！这件事情要再重谈一次吗？对啊，在广州啊。哎呦，对啊，我被请到解放军的饭店，是顶楼，真多，就跟拍盖桃一样，你懂吗？大家都围着你。对，那因为是我北京公司经理犯的错嘛，对，不是祝凡刚吗 ？No， 不是祝凡刚，不是那就被请上一部9人座，哇。9人座之后呢，就一路开，就告诉我，这是我们解放军的饭店啊，我们今天在顶楼吃饭。因为他把我183在非常红了，到哪里真的万人空巷。但是问题一堆，我就觉得完蛋了。今天他到底要跟我谈什么？就拿一张合约出来，啪，他说你把183华南区的代理权给我。OK， 我说代理权。大哥，如果你做得很好，我觉得你今天不用找我，我会去追你。我请你帮我负责183华南区。对，那你们今天做的这样一塌糊涂，你觉得我会交给你吗？他考虑了差不多15秒，这15秒我也很紧张。最长久的15秒。对啊，好像3分钟。对，就拍拍我肩膀，啪，好，交你这个朋友，好。哎呦。他反而觉得你很有种，之以理了我很有种的跟他讲道理那就放我走。要不然其实我那时候手机那时候还是 Nokia，我也准备好了，已经在录了。不是，我send出去那个讯息，简讯，我也有一帮人马要上来。对，我就觉得好累哦。刚回到饭店看到那个言行书有没有？还在剔牙吃那个，对，很轻轻松松吃那个，吃宵夜回来，你懂吗？老子我都变命去帮你们谈这些东西，你还跟我在那边剔牙。这样，孙总你回来啦。对啊，他都不晓得你出生入死。我不敢跟他们讲啊，明天表演都跳不好，赶快星星对啊，真的是有些时候这个艺人朋友真的太多的后面的内幕其实是不知道的。好的经纪人很难为啦，好的经纪人难为。可是他这个可是当初于某龙好像也是有一段时间是很红的嘛。对，那大家会觉得说，这他怎么突然红，然后突然后来好像又不见了。这个就是我后来觉得很奇怪的，因为我的观念是你还人家了，他自己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了。我只有一次麻烦于某龙，就我的好朋友，因为3生3世很红嘛，对，要他的签名照。我只能跟他要，他没跟谁要。是，对，他就回我，赶快寄给我，我只有那一次。之后我也觉得，为什么这2、3年就失踪了？也没戏，也没干嘛，就是跟公司处不好了嘛。最大的经纪公司是国企，对啊，就是自己一个人假如跟大家不对盘的话，这个要很小心啊。那个公司那时候我就跟他开玩笑，他从快乐女生开始嘛，我们那时候都住在同一栋楼，
我那时候也住在那栋楼，我都开玩笑说，第1名到第5名你们做啦，那10名以后的给我啦，我做一团来跟你们比赛，我们看谁赢。他们是宁愿错杀一个，也不会放过100个，所以他们都全签。所以他们公司应该最高纪录应该有1000个艺人，不过分。就是每一个都要签就对了啦。那这样照顾得到吗？反正都签下来再说啊，他就不管啊。所以你们看，现在被挖出来，他们公司有这么多问题，太脏污了。哎呦，是哦，怎么你的成功率相对高，对不对？对，8个他就有2个就中了，他们可能是1000个都不到，所以1个都没有。都有因为他们全部他们的比赛嘛，所以第1名到应该20名他们都签。可是很多人可能会讲说，是孙总，你是不是就是是不是又在蹭流量，又刻意在讲这些，会不会？我要蹭的话，就不用帮他办法会吧。而且这个法会，我觉得我当天会直播，很值得大家看。为什么？因为那是我小时候的记忆。这次那个单程旅行社小冬瓜，我没有想到做得这么好。是我看到 round down 完全是古礼。什么打王死城啊，打义后的招下位这个每个仪式都很传统，很传统，现在几乎都失传了。所以他去哪里找这么多人，我也不知道。所以这个法会是能帮到亡魂的。对。那如果我要蹭，就那天地藏王拜拜就好了。我干嘛去做这个法会？而且这个法会让大家这么辛苦，而且我们看那天整个工作人员应该40-50个跑不掉。对啊。孙总，那你有什么压力吗？为什么要发布自杀声明？所以我今天用另外一部车进公司啊，因为我发觉我的车太好记，也太容易记。那我已经被标记了，他们说我死在11月25号。哇，这么清楚？谁？就是说有人帮于萌萌出头他的抖音怎么样？孙爸爸死期11月25的。Oh my god！ 对啊。有写什么样的死法吗？没有。幸好我10月25没有值班。天哪，这个我最担心的死法是车祸因为车祸最难避。孙总比较好奇是于朦胧之间，因为他不是有不红的时候，他中间有打给你，因为你是前辈吧，当初可能算是伯乐，他没有打给你求救，或者是跟你说一些内幕之类的。我那次是让我睡了5个小时托梦，因为我膀胱癌以后，各位我现在都有带尿片，所以最多2个半小时一定要起来，是我要换尿片。那他那天让我睡了5个小时，那这5个小时呢是没有起来换尿片的嘛？所以我起来床铺是湿的但是我记忆是清楚的，所以我才会去地藏庵赶快帮他拜拜。可以稍微透露他你们有看到吗？我在手机里面，他只要回答我什么都叫爸爸我就说因为这2个字爸爸，我就应该把他未完成的事做完。我自己觉得我没有做的话，我应该一辈子会过意不去吧。那不管204那个频道是真的是假的，你看他真的说，你知道台湾有人在帮你做法会吗？他的回应是爸爸孙德荣法会，你不觉得我看起来都头皮发麻？近期他邀请我去跟他再去墓园招魂，2派说法，一派说我最近身体不大好，很容易被入侵，对，所以他叫我不要去。是，那我自己很想去，我想再问他到底还有什么事没说。可是经纪人本身的确他是在这个幕后的操作里面，他可能是要解决艺人很多其实就是观众朋友不知道的事情。像以前什么这么多红的5566他们是不是也都会遇过类似的？很多人约饭局吧？有啊，一定有吧？约饭局说他们可能不太想去，可是他们不，我根本没有让他们知道也没让他们知道，到我这边就挡断。哎呦，他就说来啦，反正老板生日嘛，跟每个人都来吃个饭的，一人1只手表，送手表。对，那我就说，就凭你这句话，我不去了。
为什么他送卡西欧的不是劳力士的？我说要我自己买，我不要去当高级乞丐。我都告诉我的艺人要自己买，对我都会教艺人不要啦。很好，很好。对啊，走正途。正。但是很好，我后来觉得自己很笨啊。因为台湾啤酒第一个找拍广告的是5566，那我一直认为他的粉丝都是小女生，我怎么可以叫他们喝酒？后来请问哪一个偶像没拍？那时候钱很多很难过，很难过。对我难过的是，放弃你，放弃爱。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下一个了啊。下一个涉嫌诈欺泄密，调查师国道追撞。哎呦，这我怕的嘛！国道追撞，哇，真的是这是预言未来吗？还是车祸？这就是刚刚孙总说的，就是车祸是我最担心的，对不对？这个是有点阴谋论啊，是最简单。就是在去年12月的时候，在新竹国道有一个追撞6车的车祸，那在凌晨3点左右，那其中一个就只有一个女生死掉。那后来发现说，这个死掉的这个女生呢，她是台湾的。算是金融犯罪的首席调查师，他调查过创意私房、88会馆，就是只要加密货币的相关的诈骗，然后其实他是有涉入调查，对，而且他当时已经扣押了大概所有诈骗集团的93亿的一个金流，所以其实他很重要。来，我先讲一下这个车祸比较离奇的地方，就是这个女生呢，她叫陈梅慧，好，她就坐在这个车子，然后前面她当时在国道上面，她其实是第5车。我画的太多，好，这里还有一车，你怎么把车子画的跟馒头一样？没关系，他就是被一个这里有一个白牌计程车，然后姓徐，就是徐姓肇事者。然后呢，他当时陈梅慧是坐在这里，他的意思是说，天暗，他没有看到这里是转弯的路段，他就是完全没有刹车，完全没有，他就撞过去，所以蹦蹦蹦蹦蹦，所以这台车。是被夹击的，因为整个夹的最严重就是这个地方，所以她当场就是身亡了。然后她男朋友坐旁边，因为我要讲一下他们为什么要去到从台中，为什么要回新竹这个路上，他们在北上，因为当时呢，她的男朋友是警察，然后呢，他是算是犯罪调查师嘛，是她跟她男朋友被检举说泄密，所以他们跑到台中地检署。去做笔录侦讯，那从晚上10点侦讯到1点半，那就是大家比较好奇一点，就是说这凌晨3点现在凌晨3点，对，然后怎么会有6车的车祸？对，照理讲是凌晨3点哪里来那么多车？都排再来呢，最离奇的是6车都没有行车记录器，没有画面，都没有6车，就现在谁会没有？对，都没有画面。那他做的这个是 Uber。就是一个 Uber 司机，他们就是他助理帮他叫的，临时帮他叫的一台 Uber。好，我现在讲一下这个陈梅慧，他身上挂的，因为他刚调查完创意私塾的一些案件，然后呢，再来他身上那时候死亡的时候，他刚调查的是88会馆，大家知道88会馆吗？是，就是柯文哲常常去，然后还有很多一些名流常常去的地方，所以他正在查这些东西，都是敏感案件，都是非常敏感案件。他甚至也跟身边的人说啊，我现在就是很关键，因为毕竟就是他现在要查，所以就是扣了93亿的诈骗集团金流。你觉得大家会不会觉得说，我怎么会在这个时间点他还车祸，然后在半夜3点蹦蹦蹦，就只有他死掉？那其实后面的新竹地检署有成立专案小组啦，有调查。那主要他们是说，这个水性驾驶呢，他也是白牌计程车，他是随叫的，就是后面他是要载一个女生要去机场，所以应该没有犯罪意图。然后这个 Uber 司机也是他助理随叫的，所以没有故意。但是车祸就像是我讲，车祸你要蹦蹦蹦，最难避啊，对，难避。车祸很容易啊，你看我只要后面比我快就是追撞嘛，对，他在前面比我慢就是后撞嘛，那一定都有问题嘛。可是他现在讲的就是说，像那个调查师，对，他本身叫车，他就是随机叫的、啊，对。那个人来了，真的就是他叫的车啊，可是其实他怎么可能就是说刚好就是
预谋想要让这件车祸发生因为事情的人？大家比较好奇的是，就是那个设计的警察，就是检举他们警察，其实都知道时间点啊，他为什么要在有那么重要到泄密一个案子，有这么重要，晚上10点一定要对侦讯？才要玉峰哥，我问一下你的经验来说，对不对？啊，为什么？又不是什么重为什么大的要夜间侦讯？有重大到夜间侦讯？这么晚？就是其实有经验就没有必要会不会要到夜间侦讯凌晨1、2点的时候，他叫车叫到我的车就很容易？哎因为我就刚好在停在就刚好旁边，那个唯一等着被他叫。哎呦，这就是重点。对，当你知道他用什么系统的时候，把你的车 book 在那边，其实他只会抓你中间以你为圆心点的3部车。如果那3部车都是我们的人，那这3部车一定中。你一定会叫。所以他可能安排好几部车吗？有可能6部啊而且6部，半夜1点2点也没有人也啊，没什么车，一定就他了。子祥哥在旁边一直点头。我觉得他们讲的不无可能啊。我今天有非常谢谢那个停车的贝贝啊，他说：“哎，孙总，这不是你的车啊？”我说：“我换车来，我有不自杀证明。哎呦，孙总你还这样笑得出来，真的是吓死人了呢。怎么办？不过这个10月25，他说10月25。不会啦，你这样子应该就是不会。我觉得那个应该就是网络上有人故意恶作剧的。想要你害怕。对，随便他，反正我现在就10月25啊，26号跟你们报平安。你这样讲话，我们很难做反应。对啊我们到底是要孙总，这里有警察。对啊，请他保护警察保护像这你们种怎么办？来，警察先生，来，这个已经涉及了恐吓罪，其实你是可以去报案报案的根据这个电脑的一些 IP 记录啦，去追这个发文留言这些人。对，现在就是追不到，可以请警察有什么样子的保护吗？如果真的觉得生命安全受到威胁，譬如说，但是还要一些具体的事证啊，你不能说你就单纯这样讲。所以说，如果有一些不够，足够的事证，认为说你真的受到危害的话，其实警察是可以介入的。对，刚刚那个真的是太离奇了，对在那么晚的时间点，怎么会刚好那么多车？所以你就知道我很怕哦，都没有现在很怕出门。对，好，来下一个接下来看下一个。下一个高中生继承庞大资产，结婚2小时后离世。什么？女高中生，我记对得哎呀，这个有大家都有印象。对，其实这个案子来讲的话，当初一发生的时候啊，其实你看他的一个通报记录是有人路倒，所以呢，救护车到现场的时候看到一个人他是路倒在那边。为什么当初会觉得他是路倒？因为他就是右手撑着草皮，然后呢，好像喝醉了一样趴在那里。结果没有想到后面竟然说他是从10楼掉下来的。你坠楼的话，其实大概6、7楼以上，大概都明毛毛啊。所以呢，我们看过是很多那种开放性骨折的。不完整的对然后这个高中生当初倒在那个地方，然后呢，有民众桥头拜经过，打电话报案说他路倒，后来发现不对，他的身份有多么的特别。他竟然有一个爸爸。而这个爸爸其实是他的阿公，对，所以那个时候记者来回报的时候啊，我就说你们要不要理清楚，到底是阿公还是爸爸？台中的同事也是弄了半天才说，他名义上面是阿公，但是呢，血缘关系上面是爸爸，怎么查到这件事情的？是找到了他的家属，而他的家属透露了这一个很令人伤心的往事，就是他的妈妈其实嫁到他们家的时候，以前那个年代你只要家里有碾米厂，你肯定是赚大钱。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是要收成稻子，然后送到你家去碾米。对。所以呢，他的这个大家长，我们叫他老赖好了，老赖他就是开碾米厂的。那他的二儿子，他帮他娶了一个媳妇，但最后没有想到，这个老赖竟然跟二儿子的媳妇竟然发生了关系。对，然后呢，天哪，就生了这个孩子，在日本片里面常看到。对，然后呢，你想想看嘛，你大老婆还有你的兄弟姐妹，你可以接受吗？当然不能接受啊，不能啊。所以后来这个阿公干脆我就搬出去住。那搬出去住之后呢，就跟这个妈妈，就是原本应该是媳妇，后来变成老婆的妈妈，然后呢抚养这个小赖。你知道吗？这个高中生，人家说他大概继承多少钱？5亿。对，5亿哦。好，我们先记得这个数字是5亿。好，结果呢，他应该是要干嘛？要去念大学的一个年纪。然后呢，当天怎么会出现在那个草丛上面？所以警方就开始去查，后来发现非常的离奇。当天他应该帮老赖，小赖是唯一一个嘛，儿子嘛，要帮那个老赖
因为老赖不是走掉了吗？所以当老赖天其他房的媳妇都没有帮他生孩子哦。你都发生这个事情了，他们当然都是站在大老婆妈妈那个地方啊，所以大家就是不相往来啊，不相往来，对啊，切割，对，所以呢，当天应该是小赖帮他绑到，然后要进塔，所以呢，他当天应该是办丧事的。后来警方去查到了一个姓夏的代书，你要去进塔的那一天，这个夏姓的代书竟然开奥多拜，把他从家里带出去，带出去哪里？带出去结婚。这个是男生哦，高中小赖是男生，然后呢，这夏姓的地震这个代书也是男生。我们有听过喜事商办，有听过丧事喜办，没有听过丧事喜事一起办的吧？结果他竟然跑去跟他结婚，那结了之后呢，大家就想说，那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应该要去旁道的，结果你妈妈找不到你，然后呢，你被人家再出去，对，再去结婚，去户政事务所登记咯，手续是完备的哦。结完婚之后呢，跑到这一个他夏姓代书的家里10楼，然后掉下来，然后就死掉了。你想想看哦，他18岁嘛，他透过繁星计划，对，繁星计划是你高中3年都要战战兢兢、小心翼翼，每一个大考小考都要注意，然后你最后好不容易进到了一个好学校，你怎么会跳楼自杀呢？而且是在结婚2小时后，结婚2小时之后，然后呢，也没有任何原因，更离谱的事情是。讲不出原因来，这个夏姓的代书竟然说他应该就是喝了啤酒。他妈妈说温家伯在淋秘鲁呀，怎么会去喝了一个啤酒？所以当初有很多的一个想法是说，姓夏的为什么会跟这个高中生认识？其实老赖他所有的房地产都是他们家在处理的，他爸爸是地政士，然后呢，这个夏姓代书是爸爸的一个助理。所以你是不是知道他们家的一个资产？那时候大家就想到一件事情，到底会不会为了5亿杀人？会不会？如果你在想他们家的5亿，其实最近已经变成50亿了呢？那些土地啊，他们那些土地，其实你知道吗？他们应该就是这个月有一个建案，已经盖好了，总销大概100-200亿。那他们家是 key 呢，他们是地主哎，所以呢，那个5亿是以前计算的。当你房子盖起来之后，你的总销100-200亿的时候，那可能那个就是50亿，甚至上100亿。所以呢，那个时候其实很多离奇的一个说法，大家都想说，你会去跟一个男生结婚，那为什么会这样子说呢？因为他妈妈说，儿子喜欢的是女生，高2的时候还因为跟女生告白失败，然后回家一直哭，然后妈妈不知道怎么去劝他，还请老师去辅导他。所以呢，你从头到尾你都觉得这件事情太离奇了。后来还找到的那2个见证人，一个在星巴克找到的路人，抓的。然后呢，后来在区公所又请了一个来帮忙。就后来呢，这个夏姓的这个代书最后进去关了。他没有办法拿到这些高中生的财产，拿不到，对，因为这些证人都不是亲见亲为，也不会觉得你这个是真正的婚姻，所以呢，他到最后的时候呢，婚姻是无效的，婚姻无效，而且婚姻无效之外，他为什么进去关？因为你找了这2个路人来骗公务人员帮你登记，那就是伪造文书，就是伪造文书。对，然后呢，他就进去关了。对，所以到目前为止，大家还不相信说这个只是一个单纯的自杀。那我想问，为什么那个高中生会同意跟代书一起去登记结婚啊？这个其实因为高中生已经走掉了，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大老婆他们家是人比较多的。那你想想看，老赖是阿公嘛？那老赖走掉了之后，你觉得这些钱、这些土地，大家争不争？争啊！大家一定要争。所以高中生他也想争，然后可能被夏代书就是可能夏代书有说了什么？对，话术说我可以帮你，还是我站在你这边都有可能。我觉得这就是 Ken 哥讲的，就是比较对的一个方向，就是因为你现在你就是一个大学生，然后呢，他妈妈甚至没有台湾籍，然后你想想看哦，你现在真的不是5万块、50万，你真的。你想想看，这些事情多么的繁杂，有纯的树地，有合建的土地，有已经盖完的建地，处理不完。你光这些东西都没办法。所以如果有一个人出现在你身边，来，林香，
我帮你处理这些事情。结婚吧，但是结个婚的话，我就可以分你5亿啊，合理的帮你，对，帮你合法对啊，对，说不定就说，那我们对分啦，对啊我至少分你一半，对不对？你至少给我一点酬劳吧，还是怎么样？那这样说不定这个年轻人都会觉得合理哦。对，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说，为什么一定要结婚？就是我们结婚之后，我们才有。对，身份上面的一个特许，甚至那时候有一个传闻，就说有很多的房地契还在姓夏的他们那边。为什么？因为我要帮你办理这些贷款或者是核建的东西，本来就应该放在地政士那个地方嘛。所以到目前为止哦，虽然杀人罪其实是不起诉的，可是呢，在台中我们的地方那边没有人相信，甚至那边变成一个景点。大家要过去那个地方看那栋大楼，而那栋大楼其实还有一个美感，因为那个是河岸大楼。如果你在我们台北市任何一个地方，你就算掉下来，你也可能被监视器拍到。对，因为大家太多的摄影机，而那边的话，刚好旁边就是河。所以呢，你根本没有人可以注意到它会怎么样掉下来。所以你现在到底是10楼掉下来，还是3楼掉下来，还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倒在那个地方，其实到现在来讲，真的还扯不清，太离奇了，很精彩哎。对啊，继续聊下去。为情所困酿大错，破案全靠郭富城。郭富城什么事情？难道又是孙总捧红的吗 ？No， 孙总不是。其实因为我现在调到泸州分局哦，其实，在泸州分局在几年前发生一件情杀案。这件情杀案就是一个女生哦，她家境相当优渥。他从美国求学回来以后，然后刚好父母亲又在开公司，然后他就在父母亲的公司里面担任会计。他本身家庭状况也都很稳定哦，而且交往也很单纯。但是就在案发前大概3个月哦，他在网络上认识了一名吴姓男子。那这个男子甜言蜜语哦，对他展开追求，而且这男的小他4岁。然后他用他追求的方式，大概就是说我前世为你燃烧3魂7魄。那今世来跟你续前缘，甜言蜜语的话哦，浪漫。结果这个女的本身因为个性相当浪漫啊，然后她又很单纯，就被这个男的打动了，然后双方就决定在一起。那加上说这个吴姓男子哦，他本身工作也不稳定，女生哦干脆就在泸州地区租了一个房子，然后双方就同居。后来发现说这个男的哦，他的占有欲非常强，甚至他还会阻挡说他女生跟家人联络，他也不同意哦，所以说导致他们2个这个关系逐渐生变，对，然后开始就有一些争吵的这个导火线。这个女生还有跟这个前男友持续在联系啊，这个最让她受不了，于是她怒火中烧。但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其实是在案发前夕几个月哦。这个女生竟然说要跟家人、跟前男友一起到香港去听郭富城的演唱会。那结果在大概出发前的前1天左右啊，然后女生在他们租屋处里面跟爸妈还有跟前男友都联系好，说明天的这个整个流程都已经联系好了哦。那结果这个男的在旁越听越不对劲，整个压起来了。他竟然从后面啊直接勒住女友的脖子，当场活活把她掐死。当场对，那掐死他以后，他非常冷静，他还在租屋处里面办尸办了2天。他杀的案件布置成这个情杀，甚至是这个加工自杀的案件。所以他一开始他就用这个女生的手机哦，发了一封简讯，用他的语气跟爸妈讲说，跟这个女生的爸妈讲说，哦，我临时不去演唱会了。然后接着他又把女生的这个笔电拿出来，用女生的这个口吻呢，写了一封遗书，跟爸妈讲说，我决定跟他一起走。那死后把我们合葬在一起，命案这个布置的天衣无缝啊。然后他事后他就把这个女生的养的这个博美狗带走，然后也带走他刚买的休旅车，然后还有带走他的现金，然后准备展开逃亡的生活。那因为这个女生啊，她本来就要跟爸妈要去演唱会嘛，所以爸妈就觉得很奇怪，又联系不上她，手机怎么打都打不通。出现转折的原因是因为新北市的动保处啊，接到民众讲说他们在路上捡到一只狗，然后这博美狗对，然后这只狗被送到兽医院以后，兽医师很仔细检查说这个晶片，然后上面有这个女生的家人的联络方式，透过这个动保处打电话给这个女生的父母亲。那女生的父母亲也觉得很可疑啊，因为这只狗是这个她女儿的最爱，平常都朝夕相处，也不会让她什么在外面流浪，所以他们就很紧张，就赶快跑去这个女生的租屋处啊，跟这个房东联系，然后拿到钥匙以后，结果门一打开，
扑鼻而来的是那种尸臭味然后还有这个烧炭的味道结果这个爸妈看得非常的心碎，因为他们进到屋里面去，发现说女儿已经沉尸在这个客厅，而且躺在沙发上面，然后旁边摆了一个新买的这个烧炭的这个炭炉，里面的这个木炭也烧得快完了。后来他赶快报警，我们警方到达现场的时候，发现说这个女生的全身都已经长满了尸斑，已经死了几天了。你乍看之下，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烧炭自杀案件，可是我们鉴识人员非常仔细一看就初步研判，就发现说她的脖子里面有明显的勒痕。我们后来跟家属访查以后，发现说家属说他明明跟一个男生住在一起，但是那男生已经这个消失了，根本找不到人。这个爸妈也讲说，他们这个女儿非常的崇拜郭富城，他们生前就已经计划好要去香港这个听演唱会。那他这个女儿，而且跟这个他爸妈一直很开心的说，他到了香港要做什么，要吃什么，所以他对这个旅程相当期待，怎么可能说在旅程前去烧炭自杀呢？他们觉得可以，加上男友又失踪，所以我们就锁定这个男生设有重嫌，最后锁定他出现在花莲的七星潭。那结果在隔天，我们远警就到七星潭去逮到他。那到现场的时候，发现说他躺在这个休旅车里面在睡觉，呼呼大睡。然后他还摆出一份哀兵姿态他说，因为他们的这个相爱得不到女生的爸妈的这个祝福嘛，所以说女生就跟他讲说，那他们一起寻短好了。然后他说女生要求男生把他先勒毙以后，自己再寻短。那结果警察就问他说：“那你这样的为什么你没有死呢？”结果他就讲说：“没有啦，因为我那个时候想要烧炭，又想要上吊，但是觉得很痛苦，我就作罢。”但是警察根本没有采信他说辞啊，因为这个非常的不合理啊。我们也发现说，这个女生经过法医相验解剖以后，发现说她的这个软骨喉部的软骨整个被她捏断那显然说她生前受到很大的外力的冲击，那加上她女生也有反抗。那从这些种种的迹象显示，我们才戳破他的谎言。太残忍了，对啊，残忍。而且这个残忍来自于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好，下一个案件，接下来下一条，靶场枪支走火，大体迅速火化。好，对这个案件，其实呢是我之前在跑线的时候，我们做过专题报道。那我对他印象深刻，是因为他到现在这个案子还是没有一个真相。对他这个事发经过是在2008年的差不多4、5月份，然后空军他这个蔡学良中士，他跟着部队到台东一起去做一个这个实弹射击的训练，但是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他突然就中弹身亡了。OK， 然后隔天法医这个相验，然后很快的这个法医就反正他们就指出说，他其实是自强，就是引弹身亡，预判出来，他就是拿了那个步枪，左手在上面，右手在下面，然后左手握着这个枪管，然后让就是对着放在嘴巴里，放在嘴巴里面，然后右手扣扳机这样子，然后很快的这件事情呢，反正就以自杀来结案，因为军检在他的私人物品当中，他也找到了一些类似像遗书的东西，很奇怪他没有科学鉴定，也没有解剖。反正军方就把他火化了，很快速就火化，以自杀结案。然后他妈妈就觉得很奇怪，不对啊，怎么我儿子会自杀呢？因为事发当天的中午，儿子还打电话给我说，那个我明天放假了过几天是母亲节，那我很期待回去跟妈妈跟婆婆一起来过母亲节。妈妈一直不相信军方的这个说法，对不对？那因为那个时候尸体有去做一个 X 光的这个扫描，然后他们军方就说，他的头骨里面有一个类似像铅弹头雪花的东西，就是炸开。但其实后来妈妈去外面找了法医，他说那根本就是牙齿，这是第一个疑点。第二个疑点就是这种步枪，如果你近距离这样子发射，你照理来讲，你这个口腔内应该是很大片的受伤面积，是，对，整个开花了。但是这个中士他嘴巴里面就1.2公分的伤口，然后妈妈她有去国外还找那个枪支达人，就是实弹的实验测试，果真跟他儿子的这个伤口就是完全不一样。然后第三个疑点是，他没有那个防火帽的火烧痕迹，种种的疑点让他觉得根本你军方你就是乱讲话，不合理，我儿子不可能自杀。反正他妈妈就是这样，好几年一直不断的去找外面的法医来帮他来证明他儿子不是自杀。
好吧，那个高等法院最后7年过去了，他高等法院就说好，对这个蔡学良中士他不是自杀，他是因为去检查那个枪支的时候不小心擦枪走火，意外中弹身亡，所以后来被判赔了国赔148万。但妈妈还是不接受，她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判决，说你一下跟我说自杀，现在跟我说意外，那你们到底在藏什么？怎么会是这样的状态？然后到2020年的时候呢，反正就是有一些压力啦，国防部后来就是又在做重启这个调查，最后他就给这个妈妈一个调查报告说。对，您儿子不是因为自杀，也不是因为擦枪走火，因为从头到尾不是那个步枪的伤口啊，的确是跟那个 T65K2 这个步枪完全没有关系不是步枪，那应该是那个手枪，对，手枪就是现场唯一一支手枪，45手枪，但是后续也没有人可以帮助他，因为这个事情过了很久了，现场也没有可以去调查的状态。直到今年这个案子隔了这么久，10几年，快20年了。直到今年，妈妈她就刚好去找了那个总统澄清，那总统也就跟他聊了一会儿，然后他也发表他自己的意见。他说这看起来真的不像是一般的手枪，反而是那种私制的空气枪造成的伤口。然后那总统又跟国防部说，那你要持续的调查。这妈妈真的很辛苦，她花了大概卖了4间房子，花了快20年的时间，就是为了想要帮儿子找出真相。这个疑点太多，冤案啊！好，来接下来下一个，最亲的人要你跳，说死亲生也会判刑。哎呦，最亲的人要你跳，谁呀？要你最亲的人要你跳。就其实大家是不太知道，说台湾有一个加工自杀罪，就是会被起诉。这个我也是采访这件案子，我才知道原来有这样的一个刑责在，就是在分局内，没新闻，反正我就是去晃到突然间就说，今天有一个，反正警察就说今天有一个轻生，但基本上电视新闻或者轻生我们都不太会再去问，或有疑问，我们就那轻生就这样。可是后来警察就跟我说怪啦，这些怪，我就想说去问问看，因为有些独家就是这样问来的，我想要去问一下，就他的姐姐就跟我说，我妹妹是被她男朋友害死的，她不可能想要自杀。我就说怎么了？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就隔天刚好约访，然后就一个独家这样出来。反正就是他发现他妹妹的手机，他明明隔天都还要再去做很多事情啊，他有跟姐姐讲，但是他发现他妹妹的手机刚好那一天晚上的时候是跨年夜。她跟她男朋友吵架，但是当她吵，因为那时候她还养她男朋友什么，那男朋友也是很渣，就劈腿，她要养她。然后那男朋友就跟她说：“你要不要去死？你现在跟我吵什么？你去死啊！有种你跳。”然后那男的就这样走了，他就走了，他就不在了。然后那女生呢就真的跑到楼上，就是哭得很难过，还是打电话给他，再跟他说。然后男朋友说：“好啊，你在上面是不是？你就要跳啊，你跳我就相信你。你有种要跳，你跳你就跳。”他就真的跳下去。最后这个男朋友的确就是后来家属就不断的上诉，后来他就是以加工自杀罪给起诉了。这的确，因为你这个案子让我想到以前我也是，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的姐姐也是因为这样子就离开了，因为他跟他那时候相爱的另外一半可能常常有一些争执。那他们两个之间是有一个小孩的哦，女生就会说，那我就已死。你知道吗？就你再这样子，我就离开咯，我就走咯。那男生就说你就是讲而已，你又不可能真的做。哎呦，你就是不可能。不要被激将法。他就是被激将法，然后那女生是就是拿个绳子用吊的。推论是说男生当下就在那个房间里面，然后就看着女生，然后就跟女生说：“你有种就来做。”所以女生就做了。然后男生看也不救预判了，这是判后面的判断，就说男生看到一半就离开了啊，他也不救，他从头到尾他其实我没有参与啊，其实这个是有法律责任的，可是你没有办法证明嘛，对，就是这样，没有办法证明嘛，当下很多人都说他那个男生的说法是我没有讲啊，我没有叫他做啊，我也没有在现场啊，那个时候他在房间，我在客厅啊，我根本不知道啊，但是后来。我这整个事情我讲的原因是因为说这个女生离开之后，她家还有家人嘛，什么还有后面的财产什么各方面，其实都很难处理。就是说，所以
你要做什么决定的时候，真的要好好想想家人，因为有些时候被感情冲昏头，然后全世界都是那个男的或是那个女的，其实要想想家人。对，希望大家不要遇到，不要成为当事人，也不要陷进去这个局面。没错，而且我不知道你觉得人性本善还是本恶？孟子觉得本善，荀子觉得本恶。哎，这个要问一下孙总了。来，我们现在问一下孙子。本恶。哎呦，我们11月份的时候再请孙总来到现场，好不好？再来跟我们分享。对，我们原班人马再来一次，好不好？好，祝福大家喽！祝福，谢谢大家今天的分享，谢谢，拜拜。感谢大家收看，记得订阅11点热炒店 YouTube 频道。See you next time, together forever.